晚上9点多，贝贝坐着军研的车，与欧阳浩一起回市区。他们明天还要上班，不好留在风尘山庄过夜。第二天要很早起床，赶着回市里上班，太累，所以他们宁愿晚上就回市区，第二天还能多睡会儿。年轻人离开后，穆晴对丈夫说了要和程玲玲飞一趟 X 市的 H 市，去看看他们的养子龙庭。玲玲说还想参加一下 A 市的拍卖会，有喜欢的古董就拍几件回来收藏。穆晴说着又在笑。玲玲从她师傅那里继承到的古董收藏已经够多了，她还是喜欢去买更多的古董回来，继承了她师傅的收藏古董爱好。他们这些豪门家庭里，哪一家没有收藏古董？都有，但他们的收藏品没有程玲玲的那么多。程玲玲自己收藏的多是医毒有关的古书籍，她师傅老神医收藏了特别多的古董，每一件都价值不菲，那是他老人家留给徒弟徒孙的。老神医在走之前，就将他名下所有财产分成了4份，最大的那一份给了程玲玲，这是他的唯一的徒弟，也等于是养女。龙庭和君妃各得到1份，他俩的那一份财产是同等的价值。在老人家的心里，徒孙和孙子一样重要，他一样的疼爱，所以分家产时，给2个孩子的数额相同。还有1份给了初九，初九那份比龙庭和君妃的都要少一点，但相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初九继承到的那1份足够他躺平一辈子了。老人家说了，初九虽说是后面才被他捡回来，主要是陪伴照顾龙庭的，但也是他捡回来的孩子。他给初九留1份财产，让初九以后嫁人时有足够的资本安身立命，让婆家不敢小看她。叶君博问，你们计划去多少天？弟媳妇收藏了多少古董？那是人家的私人财产。叶君博从不过问，也不会羡慕，自己老婆跟风也学着收藏古董，他支持，只要穆晴喜欢的，他就支持他买回来收藏。穆晴更喜欢复古风的珠宝首饰，他的珠宝库跟程玲玲的古董是一样的亮眼。没有计划多少天去了，就多待几天吧，顺便当旅游。若是龙庭需要帮忙，我们正好帮他的忙。听玲玲说，龙庭准备拿出家族信物，公开承认自己的身份了。他现在有足够的能力接管龙氏家族，但接管了龙氏家族，也还会有很多的难题。毕竟他这个家主是失踪了30年的，仅凭着那些信物坐上家主之位的，龙氏集团不是难题。他的龙腾集团已经能与龙氏集团并驾齐驱，在生意上没有人会说他什么，他能让大家臣服，就是家族内部才难。那些族人有多少是当年跟随仇人害死他父母家人的，又有多少人是冷眼旁观的，有多少人向着正统的。一个大家族可不好管理。你看海玲姐当初都花了好几年的时间，才算是在凤氏家族站稳了脚跟，让大家信服她这个家主。海玲当年在凤氏家族上位是凤晴让出来的，如果凤晴要和海玲争的话，海玲最后就算能赢，也会赢得很艰难。凤晴比她妈更适合当凤氏的家主。凤晴是3观正，她觉得她母亲的家主之位来得不正，靠杀害了她大姨小姨得来的，那不属于她母女的东西她不要，再加上她母亲做过的事都公布于众，失去了人心，她不想再和海玲争，将她从母亲那里继承到的都让给了海玲。她只要了方瑶，后面嫁给方瑶，生了2个孩子，夫妻俩生活的幸福美满。她和方瑶都是很会做生意的人，她在被凤家认回去之前就拥有了自己的事业，有方瑶帮着她，她的生意只会更上一层楼。主动放弃凤家家主之位，放弃母亲的那些不义之财，她凭着夫妻俩的努力，拼出了如今的商业帝国，日子过得平静而幸福，花钱也花得心安理得。
因为都是他自己挣来的。是挺难的，不过咱们家的孩子都厉害，不用担心他们。相信龙庭能重整龙家的家风，也能坐稳家主之位。叶君博一点都不担心养子的前途，他担心的反而是龙庭和初九的感情生活。他对穆晴说道：“你和老四家的去了那边，私底下好好和初九说一说，不要将自己困在一个身份里。初九那样的牛脾气，我怕龙庭接管了龙氏家族后，初九可能会觉得更配不上龙庭，会离开龙庭。”穆晴说道：“应该不会离开吧？他就是将自己定位在仆的位置上，死牛脾气，怎么劝他说他都没用。他认定的是真的9头牛都拉不回来。他对龙庭忠心耿耿，谁会离开龙庭？他应该都不会离开的。那不一定感情纠纷，他钻牛角尖的话，真会一走了之。趁那样的事还没有发生，咱们做长辈的，先好好的开导一下初九那丫头，是我见过最绝的人。叶君博欣赏初九的能力，早就是初九为未来的儿媳妇，奈何初九的脾气倔，认死理，认为他是龙庭的奴仆保镖，哪怕他心里眼里都是龙庭。穆晴想了想后叹了口气，我们会劝劝他的，但未必有用，能改变他的唯有龙庭。他们同生共死，还有什么好顾忌的？我过去了，好好说说龙庭，促使他向初九表白，让初九相信龙庭爱惨了他，那样才能让初九接受2个人的关系转变。叶君博恩了一声，你们过去了就好好的放松放松，家里的事有我呢。叶君博笑了一下，我也想跟着过去，但我跟过去了，你的生意就没有人帮你打理，算了，还是我在家里给你打理生意。你出去好好玩玩，放松放松，总不能所有事情都扔给2个孩子吧？真扔给他们，你又得心疼女儿了。说的好像你不心疼似的，你比我更心疼你的宝贝女儿。叶君博笑，那是我这辈子就那么一个女儿，我不心疼她，心疼谁？你也只有一个儿子呀，对儿子和对女儿，你是2副嘴脸，2副态度。好吧，他是个偏心的父亲。咱们家族女儿少，物以稀为贵。妍妍这一辈也只有2个女儿，男孩子一大堆，我就忍不住偏爱妍妍多一点。叶君博解释自己的偏心，又赶紧补上几句，我对儿子也是很疼爱的，都是我的孩子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手心肉厚，手背肉薄。说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其实依旧是偏心。叶君博一把揽住了穆晴，将她按压在怀里，用着求饶的口吻说道：“晴晴，我是偏了一点心，都20几年了也改不了。儿子皮粗肉厚，心态好，他妹妹帮他接了班，让他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，他自己都偏爱他妹妹，咱们就不说了哈。需要带什么东西过去，我帮你收拾。”穆晴晴推开他后说道：“也没什么好带的，孩子什么都不缺，我自己的东西，带几套换洗衣服就行。我出门前1个小时再收拾都来得及。”大哥，大哥！军琴的叫喊声传来，打断了夫妻俩闲聊。很快就看到军琴进来了，程玲玲跟在军琴后面，数次想拉住她都没拉住。怎么啦？叶君博看了一下进来的夫妻俩，大哥，没什么事，很晚了，不打扰大哥大嫂休息。程玲玲拉住军琴想走，军琴却挣开了她的手，走到叶君博的对面，一屁股坐下，保养的极好的俊脸上带出了抱怨。他说道：“大哥，玲玲要带大嫂去龙庭那里，死活不让我跟去，抛夫弃子，自己看热闹去。”程玲玲无语至极，她吐槽丈夫军琴：“你还没有7老8十呢，不属于老小孩系列，你能不能不要像个小孩子一样，丢脸丢死人了。”如果是20几年前她独自出门，还有点心虚，因为把爱哭的儿子留家里。现在儿子都20好几，早就不是小时候的哭猫。
他和军琴又老夫老妻了，出趟远门他还要跟着，不让他跟着还跑来大哥这里告状。程玲玲想将自家男人劈晕扛回去，再喂他吃2片安眠药睡上2天，免得到处告状说他抛夫弃子。军琴垮着脸委屈巴巴的，穆情想笑又不好意思笑。叶君博想抄什么东西砸过去，见弟弟委屈巴巴的样子，他又忍了。是侄子小时候太爱哭闹，折腾的这对夫妻互威胁对方，敢提离婚就同归于尽。只要在家里，他们就轮流带娃，一个要崩溃了，另一个就顶上，2个都崩溃了就交给保姆，保姆受不了就辞职。君飞的保姆是换的最多的，这孩子就喜欢黏着老神医，老人家带他挺好带的，导致老神医不相信他的好外孙难带，总是批评军琴夫妻俩没有耐心，不会带孩子。程玲玲私下吐槽她生了个心机儿子，在神医面前乖巧，转过身就是哭猫，爱折腾人的小恶魔。君飞不是小时候了，老四你不要像以前那样。叶君博说道，你大嫂不是一样把我留在家里吗？人家妯娌俩出去度过假，咱们当丈夫的大度一点，别乱吃飞醋。他数次张嘴想说什么，最后却什么也说不出来，最后被他老婆硬是拉走了。他还想赖着不走，他老婆威胁他不走就给他下毒，毒得他四肢无力，神志不清，如同植物人一样躺床上，等他从 H 市回来了再给他解药。军琴就不敢反抗，被老婆拉走了。谁叫他娶了个功夫比他好又是医毒双绝的老婆，他呀家庭地位低得很。等夫妻俩走了，穆情才放肆地笑了起来，边笑边对叶君博说道，你们家老四被玲玲吃得死死的，那是他们夫妻的闺房乐趣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叶君博也笑，老四是被程玲玲吃得死死的，谁叫他打又打不过，吵也吵不过，人家程玲玲还会医术，会使毒，惹毛了他悄悄给老四下点毒，老四就能被折腾得跪地求饶。老婆是他自己去追回来的，程玲玲当初并不想嫁他，只想要他的种子生个娃当接班人，满足老神医抱孙的心愿。老四死缠烂打，死皮赖脸的，才把程玲玲追回来，娶她为妻。自己选择的老婆，是好是坏都得自己受着。当然了，老四夫妻俩还是很幸福的。老四宠妻的本事不输于他这个当大哥的。程玲玲也很爱老四，轻易不会对老四下毒，顶多就是恐吓一下老四，只要吓一下，老四都举白旗投降了。很晚了，咱们也休息吧。你要去龙庭那边，提前跟他说一声。知道。老夫老妻俩起身，手牵着手上楼去。被程玲玲拉回家的军琴，在大哥那里找不到助力，他偷偷给儿子发信息，叫儿子像小时候那样哭闹几天，那样他就能有借口不想带娃，可以跟着老婆去 H 市看热闹。君飞收到父亲发来的信息，反复看了好几遍，确定没有看错，他忍不住反问他爸，你知道你儿子今年多大了吗？是，我小时候是爱哭爱闹爱折腾人，那是小时候，小孩子小时候爱哭闹很正常，我现在都20好几，再过几年就30岁的人，你居然叫我像小时候那样哭闹几天？爸，你不要脸，你儿子我还要脸呢，怪不得我妈不想带你去做什么丢人现眼。君飞又接着发信息过来，他说道，爸，你再向我提出这种非人的要求，我就发给我妈看，让我妈好好帮你治一治病。亲生的，绝对亲生的儿子。H 市龙庭是在隔天才收到穆情发来的信息，告诉他和程玲玲过2天就过来。龙庭看了信息后，对初九说道，收拾好药园的房子，过2天穆妈妈和我师傅要过来，让他们住在药园里，正好让我师傅帮我打理打理那些药。
初九抬头看他，你这是打算公开身份了？龙庭笑了笑，让你收拾药园的房子给我师傅和穆妈妈住。你怎么扯到我公开身份的事了？在这里待了多年，明面上没有和大家保持来往，现在接待穆妈妈和师傅，不等于是公开身份了吗？你觉得时机成熟了吗？龙庭反问他一句。初九说道，熟的不能再熟。龙庭笑，他也觉得时机很成熟了。